大家好，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轶事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。不知何时，京都流传这样一个说法：谁要是娶了大将军府上的七小姐，是家门之幸，君之不幸。姚木儿就是这传言的主角，大将军府上的老幺，家中唯一的女儿。今儿正是姚木儿的及笄之礼。姚木儿身着绯色衣裙，乌黑的长发高高竖着，细长的丹凤眼里全是笑意。四哥，你送的礼物去年二哥已经送过了。二哥，你的礼物一点心意也没有。三哥和五哥，谁让你们两个人送一份礼物的？太小气了吧！姚木儿叉着腰，一副很不满意的样子。姚木儿，你要求也太高了。说话的人是姚征，他与姚木儿本是一对龙凤胎，比他从娘肚子里出来没早多少。他一直不承认姚征哥哥的地位，所以总和他没大没小。就在姚木儿要跳过去和姚征一较高下之时，院里走进来一个穿着铠甲的男子。姚木儿一看到男子便跑了过去。大哥，你给木儿带来什么好东西了？被叫大哥的是大将军府的长子姚思年。你肯定喜欢的东西，不过要去别的地方看。马场上，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出现在大家眼前。千里马。姚木儿睁大了双眼，大步流星地走向白马，然后一个翻身就上了马。自从有了仙狸，姚木儿就经常跑进跑出，说要和仙狸培养感情。这天，姚木儿刚在城外的树林里疯跑了一阵，准备回府。京都街道上，姚木儿勒了马慢慢走着，引得路人议论纷纷。将军府的七小姐，当真英姿飒爽啊！你懂什么？这七小姐跋扈，一点没官家女子的样。性子差怎么了？人家可是大将军的女儿，谁要是娶了她，岂不是有将军府做后盾，势力大增？姚木儿一向不理会这些流言，目不斜视地坐在马上。忽然对面突然出现一架豪华马车，驾车的人很是嚣张，将一旁的路人驱逐开来。姚木儿可不是会让路的人，他擒着缰绳的手渐渐收紧，身子立得笔直。让开！驾车的人对着姚木儿大喊，姚木儿却纹丝不动。眼看着马车就朝着姚木儿而来，就在快要相撞之时，驾车的车夫急了，急忙勒住了马。姚木儿的马也惊了，发出嘶嘶的声音。大胆，竟敢拦王爷的车马！驾车的人拿着鞭子指着姚木儿。姚木儿根本不理会车夫，先是用手抚了抚仙狸的鬃毛，看着仙狸安静下来，才抬眼睥睨马车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是哪位王爷不顾百姓在京都街道上飞驰。马车的帷帐被掀开，马车里坐着一位少年，洁白如玉的面庞，墨色的头发和似笑非笑的嘴角。你是何人？少年开口，声音就如同碎玉般零零落下。大将军府，姚木儿。少年听后却只是微微扬了扬嘴角，他放下帷帐说道：阿成，慢点走。马车从姚木儿身边走过，少年却再次撩起一侧的帘幕，对着姚木儿展开一个不明所以的笑容，看得姚木儿掉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姚木儿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奇怪的王爷竟出现在了自家的花园里。木儿，快过来拜见七王爷。姚木儿在花园里追兔子时被大哥叫住。七王爷叫霍青，对于他姚木儿还是有所耳闻的。霍青虽然只是一个郡王，但却有一个极其受宠的母妃。霍青的一副眉眼十有八九随了他那美艳的母后，是皇子里生的最清秀的那个。可偏偏这霍青是个没出息的王爷，除了一张俊脸，在皇上的儿子里最不起眼。说起武功是个半吊子，谈起治国文采也是资质平凡。最重要的是，七王爷一直遵循着人不风流枉少年的理论，凭着自己尊贵的身份和良好的皮相，不知蛊惑了多少女子的心，招惹了却又没了下文。姚木儿最是讨厌这般男子，
所以根本没有给所谓的七王爷好脸色。参见七王爷。姚木儿依的随意，手里还拿着摘下的花草转圈圈。久仰七王爷大名，可惜未见过真人，上次多有得罪。姚木儿双手抱拳，像是江湖儿女的样子。霍青却也学起姚木儿的样子，承让承让。王爷，我们去书房谈。姚思年对着霍青做了一个请动作。霍青点头，对着姚木儿眨眨眼，下次见。自那日起，姚木儿便经常能看到霍青进出自己院落。霍青总会找借口和姚木儿讲话，还带些新奇的玩意儿送给他，一来二去，两人熟络了不少。有一天，霍青路过内院，在经过一棵桃树的时候，脑袋上感到一击，一个硕大的桃子落了下来。接着他便听见树上传来咯咯的笑声。是谁这么大胆敢戏弄本王？霍青气急败坏地指着桃树：“这是我送王爷的见面礼啊！”姚木儿从树叶间露出红扑扑的小脸，原来是阿木。霍青的表情变得温和：“你爬那么高，小心摔着。你以为我是你啊？那么笨。”姚木儿靠在树干上不以为然：“你到我府上又有何贵干呢？刚才在你哥哥房间，我听他们说要把你嫁出去。”霍青故意将声音放大：“娶我？那对方可真是倒霉了。”姚木儿说着捏了捏拳头：“再说了，能被我看上的男子可不多。阿木，那你看我如何？”霍青的眼睛笑得宛如新月，这样一个男人，姚木儿着实不喜欢。很差。姚木儿从树上一跃而下，上下打量着霍青。身为男子，却生得比女子还光洁的皮肤，还有你那一双眼睛，我最是不喜欢。霍青真就伸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又看了看姚木儿的眼睛，很奇怪地问：“我的眼睛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倒觉得和你的很像呢。”噗嗤一声，姚木儿笑了：“霍青，你脸皮真厚。阿木，你看你笑起来，眼睛就像月亮一样美。”猝不及防的情话让姚木儿一愣，有抹浅红顺着耳根爬上了面庞。姚木儿不打算再搭理这位七王爷，一个潇洒的转身离开了。每年的围猎都会邀请大将军府的人，今年姚木儿也在受邀名单之中。得知姚木儿也要去围猎，霍青专门定制了一套弓箭送到了将军府，还写信叮咛姚木儿到时候跟着他别受伤了。姚木儿觉得好笑，霍青的武功还不如他，跟着他不如靠自己。围猎那日，姚木儿一马当先，驾着仙狸就冲了出去。他盯准了一只鹿，一路追赶。不知不觉，姚木儿已经驾马追到了林子深处，猎物近在眼前。姚木儿翻身下马，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接近。就在姚木儿拉弓射箭时，忽的脚下一空，弓箭脱手，整个人直直坠了下去。但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来，姚木儿睁开眼，发现身下竟是霍青。“阿木，你没事吧？”霍青咬着牙挤出几个字。姚木儿连忙将霍青扶起，他发现霍青一直捂着自己的右臂，知道霍青一定是受了伤。他检查了一番后，无奈地说：“你右臂骨折了，若是只有我自己，说不定还能试着爬上去，现在就只能等别人来救了。阿木别担心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护着你。”霍青声音沙哑，却无比有力：“你现在自身难保，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？”姚木儿从身下用力撕下一大块衣裙，从霍青的肩膀上绕至小臂，将他的右臂吊了起来。“阿木，我知道你生在将军府，从小被当作男孩子养，武功又出色。”霍青用温柔的眼神看着为自己包扎的姚木儿，伸手将他额前落下的碎发捋到了耳后。“但你终究是个女孩子，你需要别人的保护。即使我什么都不行，但我是男人，我会保护你的。”姚木儿正在包扎的手一颤，他抬头看到了脸上脏兮兮的霍青，还是保持着以往的笑容。
桀骜不驯，亦是柔情万分。你还知道你是个男人，现在是谁躺在这儿无法动弹的？姚木儿在霍青一旁坐下，霍青转头看着姚木儿的脸，目光灼灼。阿木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人，这感觉还不错。看来你伤的还不够重。姚木儿翻了个白眼，向另一边移了移。约莫1个时辰，就有人找到了他们。姚木儿和霍青被拉上去的时候，霍青的眉头紧蹙着，但他依旧努力对着姚木儿展开一个微笑，道：“等我伤好了再来看你。”姚木儿捡起了之前丢在一边的弓箭，用衣袖使劲蹭了蹭上面的土，不自觉勾起了嘴角。第二天，当姚木儿出现在七王府门口的时候，霍青已经那等着了。阿木，你来看我了。霍青走路都不利索，被仆人扶着一瘸一拐地走着。姚木儿见状，走了2步，扶住了霍青的另一边胳膊。霍青扬起嘴角，顺便还悄悄推了推一旁的仆人。仆人识趣地离开后，霍青带着姚木儿来到了书房。霍青的书房布置华丽，姚木儿四周打量了一番，看到角落里竟有一把古琴。这琴倒是和你房间的陈设格格不入啊。姚木儿走过去仔细看了看那琴，霍青没有注意姚木儿的调笑，他走过去得意地说：“当然，本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可惜你手臂受伤，不然还可以大展身手一番。”姚木儿做惋惜状，本以为阿木平日只喜欢舞刀弄枪的，想不到也对琴感兴趣。霍青一副意想不到的样子，姚木儿瞪大眼睛，很是不满：“你不要小看人，平常女子会的我也都会。”“真的？阿木，那你抚来我听听。”霍青牵着姚木儿的手放在了琴上。姚木儿咬着嘴唇，偷瞄一旁噙着笑的霍青。抚琴，他不是不会，而是实在拿不出手。他在心里暗暗骂自己刚才一时嘴快，现在只能让霍青看了笑话。好了，阿木，今日你是客，我只是说笑，还是让本王抚给你听吧。不顾姚木儿的劝说，霍青坐了下来，艰难地用手拨弄起琴弦。只弹了一半，霍青便停了下来。今天就让你欣赏到这里。姚木儿发现霍青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。逞什么能？姚木儿拿出手帕为霍青开去额上的汗。霍青顺势扣住了姚木儿纤细的手腕。阿木，你是在心疼我吗？霍青的双眸清澈，眼里似有阳光在跳动。姚木儿怔了一瞬，旋即甩开了霍青的手。七王爷以往都是这般迷惑姑娘的吧？你的意思是被我迷惑了？姚木儿被霍青的话堵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人已看过，我先回府了。姚木儿急行出府，正撞上了霍青身边的随从阿成。还未等阿成开口赔礼，姚木儿忙说着无妨，急匆匆地离开了。王爷，娘娘派人来过了。阿成伸手递给霍青一封信，霍青看过信，声音淡漠：“告诉母妃，一切顺利，静候佳音。”从七王府回来之后，霍青因调理身子，数月未曾露面。姚木儿在府上却难得的安稳，大家议论纷纷，说七小姐竟转了性子，开始学女儿家的东西了。这几月里，姚木儿先是要学女工，后来又说要练琴技，大张旗鼓地请来最好的琴师和绣娘，悉心学习。姚木儿，你最近很不对劲儿啊！姚木儿在花园练琴的时候，姚征突然冒了出来。姚征调笑的语气令姚木儿心里很不舒服，他捡起地上的石头就朝着姚征扔了过去。姚征灵活一闪，避开了。怎么了？戳中心事，恼羞成怒。姚征，你想比试比试吗？姚木儿周身仿佛窜起火苗。好，你继续思你的春，我不敢叨扰。姚征笑着溜走，姚木儿心里气愤，只能对着植物泄愤。院里的桃树被姚木儿狠狠地踹了一脚，
这一串引得树上的桃花瓣纷纷掉了下来，就如同姚木儿现在的心绪，乱红飞扬。最近的京都有些不安稳，皇上出游时受了风寒，突然卧病，众皇子轮番侍奉。皇上一向疑心重，至今还未立储。各皇子虎视眈眈，暗中相斗。这其中，论实力，当属三皇子霍启最胜。姚木儿的父亲姚承远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，官居一品。奈何姚承远一直保持中立，并未参与党派之争。皇子们也都不敢贸然与大将军府扯上什么关系，生怕惹得当今圣上猜忌。只有七皇子霍清一向终日玩乐，没个正形。只要是他看中的女子，素来不顾及到身家背景。这次霍清却一改风流本性，认准了将军府的七小姐姚木儿。皇上病重，太医院的人调了一味药，但是怕药量不适，不敢冒险使用。霍清主动请缨仰面，就喝下了药。这一举动令众人意想不到。待皇上痊愈，要大赏霍清。霍清却向皇上讨来一纸婚书，要娶之人正是姚木儿。皇上应允，说只要姚家同意，便下这旨意。当霍清带着厚礼再到姚府时，姚木儿手持长剑正指着他的咽喉：“霍清，赢了我，我便嫁你。”几个回合下来，霍清的衣衫被姚木儿的长剑挑破多处。“霍清，你快输了。”“阿木，我是不忍伤你。”霍清理了理自己的衣衫，眼神陡然一凛，袖剑飞出。姚木儿没防备，转身想躲，却脚下一滑。就在姚木儿即将仰身摔下时，一个力道拦在了腰间。霍清俊秀的脸近在咫尺，双眼含笑道：“阿木，你输了。竟用暗器，不是君子。”姚木儿已在霍清怀中愤愤然：“我虽不是君子，但即将会是你的夫君。”话罢，霍清在姚木儿额上印下一吻，那一吻将二人的命运紧紧牵在了一起，无法分割。豪华宫殿内，一雍容华贵的女子坐在正中，那双眼尤其的美。“青儿，下月初8便是你和姚家之女大婚之日，有了大将军女婿的身份，接下来的路便好走不少。”霍清站在女子面前，神色不似往日轻佻，母妃所言极是。这么多年了，也是时候了。柳氏放下起茶杯，表情凝重。大婚在即，战事却吃紧。大越国竟派兵压境，情况日益危机。大婚前1日，皇上下旨派姚大将军平乱，姚家兄弟5人全部上阵，府上只剩下姚木儿和姚征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姚木儿等啊等，最终等来的不是大胜归来的爹爹和哥哥们，而是慌乱的霍清。“怎么可能？我爹从未吃过败仗。”姚木儿惊诧。“阿木，这次姚将军被诱骗至敌人包围圈内，情况不容乐观。”霍清欲言又止的样子令姚木儿的心揪得越来越紧。“姚将军这次凶多吉少。”霍清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姚木儿也渐渐听不见霍清的声音了。他的爹爹是本朝最英勇的将军，大小战士所向披靡。他的哥哥们一个个风华绝代，从小就跟着爹爹学习作战，都说上阵父子兵。这次究竟是怎么了？那日后姚家陷入了一片沉寂。姚夫人大病，平日没心没肺的姚征也日日挂着严肃一张严肃的脸。令人惊奇的是，皇上竟派了霍清领兵支援。京都几乎人人都知霍清是最没能耐的王爷，可这次霍清却穿着铠甲跨上了战马。“阿木，你放心，我定会把将军和你哥哥们带回来。”霍清临行前信誓旦旦地对姚木儿说。霍清一去就是好几月，姚木儿每日心惊胆战，他既盼着得知前线的消息，又怕得知。当霍清满脸疲惫得出现在将军府时，姚木儿看着霍清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，因为他看到了霍清身后的棺椁，
那红木的颜色刺得他眼睛生疼。阿木，对不起。霍清声音沙哑，甚至没有抬头看姚木儿一眼。我尽力了。姚将军和5位少将军，我带回来了。姚承远大将军携子征战，以身殉国，宣旨的太监声音拖得很长。姚木儿一家人跪在冰冷的地上，姚夫人面如白纸，一声声嗨着。姚木儿和姚征一左一右扶着姚夫人，姚木儿双眼通红，本来圆润的脸瘦下去一大圈。曾经在朝中叱咤风云的大将军府，此时一片萧瑟。短短半月，姚夫人也同姚大将军去了。偌大的将军府，如今只剩下姚木儿和姚征2人。为了安抚姚家人，皇上封了个郡主给姚木儿，姚征的职位也高了一品。可此时的姚家已不是以前的姚家了。阿木，我还在呢。姚家倒台的那日，霍清却意外地撑起了姚家的一众事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霍清渐渐显露头角。1年后，霍清竟一举将最有实力的3皇子霍启扳倒。原是当初霍清被派支援姚家军，回朝之后暗中调查，竟发现霍启里通外国，出卖姚家军，才使得久经沙场的姚大将军中计围困敌军中。此事败露后，霍清又不知是何时搜集了霍启几项罪状。霍启再有能耐，在铁证之下也只能伏法，最终被贬戍仁圈禁府中，没过多久便自缢而亡。霍清的举动震惊朝野，大家不得不对霍清刮目相看，就连皇上也开始对霍清委以重任，霍清的地位一跃而起。朝中臣子纷纷主动示好，可霍清都是云淡风轻，心思全在姚木儿身上。又过了2年，霍清终是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姚木儿决定下月初8嫁于霍清。3月初8，7皇子驾于马上，身着大红喜服，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停在姚府门前。姚府中一个婢女慌慌张张跑了出来，跪倒在霍清的马前，禀告王爷，小姐，她不见了。霍清冲进房间的时候，房间里早已空无一人。绣制精良的喜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上，梳妆台上静静躺着各种新娘的头饰。霍清看到了放在喜服上的一张薄纸，霍清拿起看到上面只是寥寥数语：一别两宽，各自生欢。霍清，我们别再相见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霍清眼中暗淡无光，无力地挥了挥手。一众人如释重负，全都退出了房间。霍清静立在房间，痛苦地闭上了双眼。阿木，你终究是知道了。姚木儿牵着仙礼走在去关外的路上。这个时辰，霍清应是已经知道他不在府中了吧？如果不是在大婚的前1日在七王府中得知一切，他或许此时已经成为七王妃，等着霍清挑开盖头，再唤他一声娘子。姚木儿宁愿从来都不知道那些事，这样他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活着，和霍清一起心安理得地活着。大婚前日的早晨，七王府传信给姚木儿，让他去看看新制的凤冠霞帔。姚木儿入府时并没有看见霍清，只是由一个衍生的婢女引至霍清的卧房。姚木儿刚要叩门，却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待姚木儿听清那女人与霍清的谈话后，如五雷轰顶般，被那字字句句定在了门外。好一阵，姚木儿腿脚似已僵麻，直到意识到霍清将要出门，才慌张挪步仓皇逃出府去。走在回姚府的路上，姚木儿耳边还响着那柔柔的声音：如若不是姚承远的态度含糊不清，姚家就不会遭此劫难。本来你可以在姚家有难时施以援手，获得信任，然后再打击三皇子，一箭双雕。谁能想三皇子竟敢勾结敌国，除尽了姚家人。回到房中的姚木儿倚在床边，脑中闪过初次见霍清时，霍清那意味深长的笑，
在花园中，霍青厚着脸皮问阿木：“你看我如何？”为了保护他，霍青折断了胳膊。3年间的点点滴滴，一瞬间全都出现在眼前。霍青，那个改变了他许多的霍青，那个明日即将成为他夫君的霍青，那个害死了他一家人的霍青。姚木儿就那样呆呆的从晌午坐到了夜幕降临。咚咚敲门声将姚木儿的思绪拉了回来，起身开门，来人正是霍青。按理说大婚前不应该见你，可是我实在想你，就过来看看你。霍青笑颜依旧，丝毫没有在王府中那般气势。姚木儿静静地盯着霍青看了很久，他好像还未如此仔细看过霍青，看着看着眼中就含上了一层水汽。阿木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我就是突然想起爹娘和哥哥们了。姚木儿的话落，霍青眼中划过一丝促狭。若是你家人都能看你出嫁，那该多好。霍青伸手抚上了姚木儿的脸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明天的礼节怕很是繁重。说着，霍青推开了房门。霍青，姚木儿忽地唤道。他走到霍青面前，抱住了霍青，却没再说话。霍青怔了怔，轻笑着抬手环住了姚木儿。待霍青走后，姚木儿终是忍不住泪水肆虐。他靠在房门上，叮当一声，金簪从袖口处滑落掉，上面镶嵌的珠子玛瑙碎了一地。方才抱住霍青的时候，姚木儿右手从袖中牵出金簪，只要一下便可刺进霍青的脖颈，可是他下不了手。爹娘，哥哥，对不起。姚木儿顺着门框滑坐在地上，将头深深埋进双膝，声泪俱下。大婚之时，妻王妃却不见了，这件事传出去，又变成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大家的谈论热火朝天，可妻王府中却是一片沉寂。大婚前1日，听到王爷与人在卧房的谈话，将军嫡女连夜逃婚。那日霍青从姚府回来，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3日，滴水未进。王府中人心惶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没想到第4日，霍青推门而出，叫来阿成说饿了要吃东西，然后就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，上朝处理公务，吃饭睡觉，日日过得规律无比。可是霍青眼中跳跃的阳光逐渐淡去，与旁人的话越来越少，没有人敢再提到姚木儿3个字。府中上下小心翼翼地生活着，1日复1日。京都中，霍青的实力日益壮大，有了霍启的教训，其他皇子都不敢贸然行动。但随着皇上的身体1日不如1日，大家又开始跃跃欲试。大皇子和五皇子在皇上重病期间，突然带着自己亲卫闯入皇宫，霍青带兵将大皇子等人拿下，加以谋反之罪名。霍青在皇上病重后的第3个月，铲除所有对手，待皇上薨，登基为新皇，封柳氏为太后。太后宫中，柳氏装扮华丽，一边的霍青换上了用金线绣着龙纹的暗色衣袍，面色冷淡。青儿，如今大业已成，也不枉费我们这么多年的筹谋。母妃说的是，的确没有枉费您的一片苦心。霍青语气冰冷，没有丝毫温度。青儿，姚木儿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如今你也该考虑立后的事情了。柳氏用试探的口吻说道。霍青听到姚木儿3个字，心里陡然一痛，这件事就不劳母妃费心了，朝中还有事，儿臣告退。青儿，柳氏微蹙眉头，却无法开口叫住此时的霍青。阿成，他现在可好？霍青回到寝宫中，疲累地坐在金丝楠木椅上，询问身边的人。回禀皇上，姚小姐在大越国边境的兵营里，兄长姚征照顾着她。那便好。霍青怅然若失地看着自己镶边的龙椅，他最想要的也许再也无法得到了。大越边境，
姚木儿一身戎装，跟着哥哥整日在风沙黄土里练兵。大越国自上次一战歼灭了姚家军出尝甜头，气焰日益嚣张起来。边境一处渐渐开始不安稳。姚征在边境带兵3年多，基本了解了大越国的路数，只待战事一起，便可以大展身手一番。这3年来，我日日谋划，派出了多少探子，只待大越遣兵而来，就可以报了姚家的仇。姚征紧盯着眼前的布防图，上面的每一处标记都费尽心血。大越一向狡诈，万事仍要谨慎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姚木儿镇定地说道：“若不是中了圈套，父亲是不会战败的。”姚征声音低沉，言语中压抑着怒气。姚木儿的心一震，圈套2字不得不让他又想到那个人。这个圈套的代价实在太大了。将军，大越派出小部分军队偷偷潜入了鹤达山。有多少人？最多不过2000。鹤达山水草丰茂，地势不高，但山中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。上次一战，大越便是将姚大将军诱至鹤达山围堵，才使得姚家军在山中粮草俱断，最后被大越歼灭。这次大越又故技重施，上次的阴影令众人心慌意乱。姚征召来众将商议，意见一直难以统一。敌方仅有1000人，这些年我们早已经掌握了鹤达山的地形，攻进去应该不难。敌方派小部队先入，肯定是想好了什么花招。若我们贸然入山，万一又中了圈套怎么办？另一位将领驳斥了刚才的提议。姚征脸色渐渐难看起来，大越这一招是心理战，这是不是有一座栈道？姚木儿轻柔的声音显得格外突出，大家都停下来看着姚木儿。是，这里以前是有一座栈道，从此栈道过去就能直通大越最北边的一个小镇。姚征看了看地图，思索起来。不过这个栈道上次一战中已经被大越的军队所毁，不能再使用了。毁掉了。姚木儿轻声重复着姚征的话，那便是大越也知道，要是我们从这个栈道攻击的话，会省力不少。的确，但是此栈道修建起来极其不易，耗损人力物力，所以我们便没有考虑过此路。姚征的解释令姚木儿更加在意这座栈道。他想起从前父亲告诉过他的一句话：打仗要的是招数出其不意，比的是谁剑走偏锋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姚木儿转过身对着姚征说：既然这座栈道是攻入大越的一条捷径，那么我们就重修栈道。我刚才说了，重修栈道不现实。姚征刚要打断，姚木儿却狡黠一笑：我们不仅要修，还要让大越知道我们在修，动静越大越好。众人都一脸茫然，不知姚木儿的意思。姚征没有说话，想了一会，突然惊道：你是要将大越的兵力都吸引到栈道附近？没错，待大越的兵力都集中到栈道附近，你便率军从鹤达山艰险的地方翻山袭击。姚木儿的话令众人恍然大悟。我跟着大部队去修栈道。姚木儿自告奋勇，却被姚征挡了回去。你一个女子怎么能出战？我虽是女子，可也是大将军的女儿。你想要为家人报仇，为什么我不能？姚木儿据理力争，眼中满是坚定。你们先下去办我吩咐的事。姚征带众人退出营帐后，语气缓和了些，对姚木儿说：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但是吸引敌军注意是多么危险的事情。你没有出战的经验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。只要你让我去，我以后便能安心度日。若是不让我去，那就继续看我每日不死不活的样子吧。姚木儿别过脸，不再看姚征。无论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让你去的。我宁可看着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总是个大活人。姚征瞥了姚木儿一眼，突然喊道：来人，将姚大小姐看好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她出这个营帐。霍清一袭龙袍高坐在朝堂之上，底下的大臣们正在讨论与大越的战事。报，
急促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通讯兵一路小跑入了朝堂。启禀皇上，敌军主力被引诱至栈道，姚征将军带领精兵3万翻越赫达山，直击敌人腹地，现已将敌军击退至姚城。正当霍清喜悦之时，通讯兵的表情却变得复杂起来。还有一件事要禀告皇上，大越将军秦武生擒了姚征将军的妹妹姚木儿，躲在姚城之中。霍清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脸色铁青。众人看到霍清的脸色，都屏住了呼吸。3日后，朕随你们一起攻打大越。当霍清在此次见到姚木儿的时候，他已经被秦武按在了高高的城楼上。姚木儿的双手被麻绳绑住，捆绑之处的皮肤都已磨烂。高处的风甚是凛冽，吹起了姚木儿散乱的长发，丝丝缕缕随风摆动，还有些粘在了姚木儿瘦削的脸颊上。姚木儿耷拉着脑袋，他已经好几天滴水未进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。姚木儿艰难地抬起头，向下望去，他看到了马上一身铠甲的霍清，唇边勾起了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来。霍清双目赤红，无法置信地望着城墙之上摇摇欲坠的纤弱身体。霍清，你若想让我原谅你，你就杀了我。姚木儿的声音很响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霍清听得一清二楚，他执缰绳的手忍不住地发颤，呼吸也越来越沉重。霍清，退兵20里，姚木儿就会平安回去，这个买卖划算吗？秦武嘴角边噙着讽刺的笑，对着霍清大喊。霍清脸色阴沉地抬头，他看着姚木儿，忽然一喝，拿弓箭来。你不是最喜欢这姚木儿吗？你可想好了？秦武见霍清丝毫不为所动，口吻变得不确定起来。就在秦武说话的瞬间，霍清手一松，特制的羽箭冲着姚木儿飞了过去。姚木儿看着羽箭离自己越来越近，缓缓闭上了双眼。即使是自己让霍清不要顾及，可是当看到霍清面无表情地射出羽箭时，心还是疼得厉害。霍清，这样也好。姚木儿动了动嘴角，声音轻如蚊蝇。只听扑通一声，城墙上一人重重倒下，还伴随着剧烈的惨叫。羽箭擦着姚木儿的左脸，射进了秦武左眼。秦武正惨叫着在地上打滚，手里的刀也落在了地上。秦武的倒下让姚木儿身子向前一晃，失去了重心的姚木儿从城墙上坠了下来。阿木，这是姚木儿今天第2次体会到死亡的逼近。风在姚木儿耳边呼呼作响，他突然想到了狩猎那日，自己也是这般踩中了陷阱，掉了下去。那时霍清脸上脏兮兮，模样狼狈，可却说：阿木，我是男人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是他太傻，他竟认为霍清就是别人口中的浪荡王爷，可是他却真的爱上了这样的霍清。皇上，此起彼伏的声音接连响起，大家都奔向了同一个方向。姚木儿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身下的人，他动了动身子，从四处传来的痛感令他倒吸几口凉气，但他仍挣扎着将那人抱在怀中。霍清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姚木儿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汩汩冒出，落在了霍清的额头上。血从霍清的嘴角边流下，源源不断，越流越多。霍清想抬手抚摸姚木儿的脸，却发现手臂早已经麻木，毫无知觉。他嘴唇翕动着，却听不清完整的句子。姚木儿将自己的耳朵靠近霍清的唇边，一边努力分辨霍清的话，一边抽泣着：将士们，冲！破了姚城！姚征一声令下，所有将士都挥舞着兵器开始了战斗。霍清被几个将军抬了起来，姚木儿死死抓着霍清手不想放开。姚大小姐，您快松手啊！霍清！姚木儿拉住霍清的手，逐渐抽离。霎时间，姚木儿的灵魂仿佛一起被抽离。他看着霍清的身影渐渐远去，
双手紧握成拳，指甲因为力气嵌进了肉中。良久，霍青已经消失在视线中。姚木儿机械性地抬手抹了妈脸上的泪痕，抽出身边将士的长剑，向着敌军冲了过去。京都之中传来大好消息，姚征将军带着众将士大破姚城，直取大越首都。大越国主写降书院俯首称臣。唯一令众人担心的是，皇帝霍青因战事被敌军所伤，休养近2年才康复。回皇上，如今从您的脉象来看，已无大碍了。在太医的精心诊治下，霍青的身体在慢慢恢复，只是手臂留下了病根，在阴雨天就会剧痛不止。劳高太医费心了。霍青淡淡地说道：“对了，朕最近总是梦见一个女子。”霍青细细思索着梦中那个人的样子，她不似平常的姑娘，穿着丝绸锦缎，似乎是一身戎装。太医低着头，恭顺地回答道：“回皇上，梦中的场景基本是皇上平日所想或是一些经历，可能皇上认识这样一名女子吧。可朕努力回忆，也想不起这名女子。罢了，你下去吧。”太医退出了内宫，霍青一人坐在楠木椅上翻阅起了奏折。奏折上的字迹比起男子的娟秀了些，可还是带了点苍劲的味道。上面写了一些边境军务之事，最后署名是姚木儿。霍青皱起眉头，不自觉地用手抚上了那3个字：姚木儿。为何这个名字有些熟悉？2月初8，在登帝位3年后，皇帝大婚娶了第1位夫人，封为皇后。大婚之日，满城华彩，热闹非凡。皇上邀众臣赴婚宴，其中不乏武将。繁重的婚前礼节结束后，霍青望着静静坐在床边伸着火红嫁衣的女子，略微失神。那凤冠霞帔似乎很是熟悉，仿佛这个场景是自己无数次希望的那样。霍青屏住呼吸，竟有点紧张。待他掀开盖头，看到了女子娇羞的脸庞后，瞬间先前的悸动一扫而光。这女子并不是他心里的那个模样。霍青不顾新人哀怜的目光，退出了新房，一人走到了御花园。夜色降临，御花园中只有月色照着，朦胧中桃树上似乎有一人影闪过。咚的一声，霍青的头上不知被什么东西砸到，霍青立马抽出了随身的佩剑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树上传来了笑声，含含糊糊的，像是声音的主人已然微醺。何人？霍青换上了一副疾言厉色的模样。同样身着红衣的人从树上落下，一个没站稳，差点摔倒。霍青握着剑，借着月光尝试看清眼前人的模样。是不是砸到你了？那女子开口询问，声音带着酒醉后的娇嗔。你是何人？怎会在树上？霍青收起了佩剑，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女子。我是边境的副将，今日受邀到皇宫赴宴。女子说着，身子还两边摇晃着，乌黑的长发高竖着，脸颊两处带着淡淡的红晕。待霍青看清那女子后，心里猛地一紧。那女子的嘴边挂着笑，眼中却含着泪，那是一双很美很美的眼睛，美的就如同今晚的月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木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，记得订阅本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